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接下来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于波鸿。爱情它是会释放神奇的，好好牵一个人的手，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来到咱们爱情保卫战无论是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来到这个平台都会迎刃而解。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关系当中呢，情绪价值抵万金，接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虚弱的人呢，给出的爱是控制，而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6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梁女士43岁，来自天津，业务经理。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太不成熟了，经常对我跟孩子不管不顾，也完全起不到一个对家庭的责任。我对他太失望了。他就是产后情绪不稳定，总是爱小题大做。该做的我都做了，我也感觉我一直在为这个家努力，我不后悔。他的未来里根本没有我，当初的誓言他也全都忘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后悔了。女士在短片最后说有点后悔了哈。是的。这么严重啊？你们不知道，大家可能看得出来，我们俩人这个年龄差，就一看就看出来我比他大。实际上我比他大17岁。我82年，他99年，从我们俩人认识，说确认情侣关系，一直到说结婚生孩子，这一路走来，可以说就磕磕绊绊，全都是矛盾，走到今天有点过不下去了。就是来离婚的。老师能帮忙给我们调节好了也行，如果说调节不好，我也看不到他一个改变。我真跟他过不下去了。重任来了啊，调解不好，人就是可就离了啊。哎，咱们先说说基本的情况，你们两位是结婚多长时间呀？1年多，1年半多点吧。刚才说到年龄的问题，其实可想而知，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相恋相爱，然后到最后结婚，这过程肯定不简单。我们俩人呢是前同事，我是公司的这个销售的领导部门，我是领导。他呢是我们公司的后来新招的员工，是 HR。您82年的，冒昧的问您一下，您这个曾经有过婚史吗？前边有过一段婚姻，并且我有个女儿跟我生活。也就是说，现在你们是一家3口在一起，老娘也跟着我，一家4口。对，你俩又新添了一位宝宝。对，宝宝现在多大？2个多月。也就是说，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你这担子不小啊！有点。年龄不大，这个勇气可嘉。你追的他吗？他先对我表达的这个心意吗？我先对他有的好感。你们两个不是同一部门的，对吧？不是同一部门。那看上这小伙子什么了？只能说开始就是走得近了，由于工作就是间接部门也有协调嘛，他跟我经常有这个外出有独处的机会后来就是有好感了。其实我也没想着说跟他要变成什么情侣或者是成家什么的，但是我没想到他就特别认真。刚在一起没多长时间，他就跟他家人就说了，跟他爸妈就说，跟他所有亲戚就说，不但跟所有人都说他搞对象了，还跟人家说我这对象比我大。不是，那你本想跟他成为一种什么关系？我想着说就俩人有好感，就当好朋友，或者说比较亲密的朋友就得了。本来我这个岁数了，也不太想。结果没想到他特别认真你俩谈了多长时间就结婚了？也就半年。半年。那这半年你们怎么搞定双方家庭的？你们2个家庭对你们的婚姻是支持的吗？从我们俩人一确定这个情侣关系那天，这双方家长他都反对。大家伙都觉得说和这小伙子年轻，说人家没结过婚，是不是人家爸爸妈妈得死活反对？其实他们反对倒还没有我们家激烈。相反，我们家我妈跟我姐还有我姐夫，我们家人反对的更激烈。我就掐眼瞧了不上他，我妈就这么说。他这岁数这么小，
这为人处事的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到咱们这个家庭里来，咱这个家族呢，就是又比较注重这个礼法呀什么的，长期聚会，他这待人接物我们瞧不上。将来以后说你人家没结过婚，没有孩子，你这么大岁数，你给不给人生孩子？说生孩子，你这岁数你还有精力又工作，说又照顾孩子吗？稳就是不同意。不是，我问个问题，是他做了什么？你们家人觉得这孩子这个不成熟，不懂得礼数，还是说想当然？20多岁他就不懂事儿，是哪种？应该是想当然吧，大众都这么想呗，因为毕竟开始没有深入接触过嘛。担心他是一时冲动嘛？对，都觉得他这么年轻小伙子，你这前看着还好点儿，再过个2、3年、3、5年的，你那个老的也快，回来你再给他弄个孩子，人家可还年轻呢，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人家再接一出又怎了？妈妈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对，那男方家这边反对的声音怎么样啊？我家里边其实开始也是比较反对的。首先，他和我相差的比较大嘛，相差17岁，娶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对象，然后说出去不好听，怕这个街坊四邻笑话。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之前结过1次婚，然后有过1次孩子，我家人就不太确定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会不会还生孩子。你们是想要一个孩子，是对不对？家长肯定是想要一个孩子，是想要，你怕他不要。对，怕他不要。我好奇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来其实你没打算跟他结婚的，对吧？但他一提出来，你就要去说服自己的家里人。我其实刚开始跟他搞对象，我都没跟家里提，没说这事儿，他都跟他家里都说好了，我不才这跟你感觉是被架上去了，对吧？但有没有下不来了？是被感动到了？也肯定有呀，俩人在一块儿确实是挺好的，开始。我还真的挺想关注一下女儿对你再婚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呀？女儿多大？女儿今年16岁了。哦，那挺大的了。相差这个继父10岁。10岁，差10岁。说妈妈，我希望你幸福，当然希望你就是能再婚，但是我就怕你被骗呀，我怕你恋爱脑呀什么的，他就担心这个。你们还走那些过程了吗？因为人家是头婚，是不是还得谈论一下彩礼呀、嫁妆啊，是不是要办婚礼呀等等这些事情过程有吗？说这好不容易把双方家长都说服，说那就坐到一块儿说说俩人结婚这事儿吧。我开始跟他呢，可能就觉得，反正因为我就没想这么多，觉得俩人好就一块儿过呗。结果这个两方家长一坐下来，我妈跟我姐就说了，说那这个彩礼呢？彩礼怎么给？他爸跟他妈呢，当时这脸就变了，什么彩礼？没有彩礼。后来我姐就说这个彩礼是咱们就是甭说是咱们当地，可能是咱们中国都有这习俗，就是你们男方一个态度。其实这个彩礼吧，也不是说一定就非得怎么着，但是他们家人当时那个态度，那脸上那个表情让我特别不接受。这个一直就是说是我心里过不去一道坎，可以说就当时就蒙了一层阴影吧，可以说。因为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家长明确问他来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还要不要彩礼这些话题，就说不要彩礼了嘛。但是后边在餐桌上，他的这个母亲和他姐姐突然改口说要彩礼，然后当时我父母他就有点懵。所以其实人家之前是问过你的意见，是你说不需要，但是你可能没跟你妈和你姐沟通。对，你妈妈和你姐姐是突然提出来的，然后你可能也懵了，对吧？对，我就是要一种态度。如果你说那回来，那可能当时俩孩子没说清，咱们再商量商量也行。就是他家那个态度我特别不接受，当时在现场两家就不欢而散了，就直接就说那都没商量好那都没商量好，就拉倒吧，你们都家走吧，家走回去再自个儿商量商量去吧。那这个分歧是在有没有彩礼，还是说彩礼的金额上？也不是金额，就是有没有都没谈金额呢。这不是金额的问题。对，妻子说的对，这就是一个态度。对，因为你们这个婆家不给彩礼，那显然就是对女大17岁的歧视，对她离异带孩子的歧视。那后来就是这个事儿是男方解决了对，因为就是他们家可能是比较好面子，我觉得他家长总是担心说这个事儿说出去不太好听，怕人家这个笑话我们之类的，然后这些咱也都可以理解。总之最后就是你解决了，对，然后最后我就是主动去到他们家，然后跟他姐跟他妈承诺说到一些问题，然后说最后给彩礼，然后这才顺利的解决。婚礼办了吗？办了。办婚礼的过程顺利吗？不顺利呀！一说到这儿，我这心里
又是我为什么说今天非要来到现场这个，我心里又是一大疙瘩，是干嘛呢？这婚礼前期呢，刚好赶上我们家呢就聚会，吃完饭呢，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喝茶聊天，就说抓着咱家今儿有人齐，咱们捋捋你俩人这个婚礼流程的事儿吧。这眼瞅着到日子了，他们家男方来多少人接，咱去多少人送呢？他就在床上趴着玩手机，他也不吱声。我妈一下又来气儿了，说你别跟那儿趴着了，这都说你们俩人事儿呢，你还不上心？哎，他这呢，他慢悠悠坐起来，还拿着那手机。后来我姐可不干了，你们家说这个彩礼的事儿，定这个婚期的事儿，就看了不上我妹子，就不拿俺当回事儿。现在又说你们俩人自个儿婚礼的事儿，你还不上心？我妹妹不跟你结婚，你现在就给我走，你给我出去，你别在俺家。当时就要轰走了。我不是就光躺在床上玩手机，他们在讨论这个时候，我也说话了，只不过他们可能觉得我当时态度不好。他们婚礼是男方的事儿，其实他和我家的接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些流程，婚礼流程就是送什么首饰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商量明白的。最后怎么接怎么送，是从家接还是说从酒店接，我们俩一直没商量明白。然后因为那天是聚餐，然后很多不是那种特别亲密的这个家人或者说朋友都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我就觉得特别好事儿，好像主动帮你操持一样。家人有点越界了，就是小两口还没定好的事儿呢，然后家人开始操心起来。就总之从彩礼呀、婚礼呀，就这几件事儿，在女方的心里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小的疙瘩存在了，是吧？对。你们婚后那怎么就是你不是婚都不想结，那你这怎么又同意要孩子了呢？没计划好，她就怀孕了。我呢在公司也待了不少年了，是这个团队的也是一个领导吧。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团队，我也担心这一歇产假歇半年。回去之后，这还有没有我这个职位了？我这个部门怎么办？我这个工作都交接出去了。再一个，我这个岁数，我有没有精力，然后再带这个孩子嘛？我是不是衰老的更快？我心里肯定有想法。我就跟他说，我说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没想到他呢又非得要这个孩子，说他们家呢也挺迫切的。他对我这承诺当时可承诺挺好的，说你放心。从你现在不怀孕了吗？我就辞职，我专门一心一意，我照顾你，产检呀什么的，我绝不缺席。这一日三餐，我接送你上下班。将来以后这孩子出生了，我也不用我妈来伺候你，我也不用你妈来伺候你，我就伺候你月子。将来以后这孩子教育啊、抚养，你都不用管，你都不用操心，你就好好那个上你的班，你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对你没影响。结果这孩子一出生了啊，他可不是那回事，他天天出去打球去、健身去。我这月子里，我在家，我一个人在家抱着孩子哭，哎，他出去玩去。这个我得澄清一点啊，我不是说什么都没做，而且做了还做得非常的周到，一次产检我都没有落下，我每回都是陪他去的，包括每天的洗脚、捏脚、按摩，这我每天都得给他做，包括生完孩子之后坐月子，说洗头啊、照顾宝宝啊这些东西我都做了。他刚才说那个打篮球出去玩，我这个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全天24小时黏在你跟孩子身上，我肯定也需要一个我自己的时间。我每天出去的时间也并不多，也就1到2个小时，然后我就回来。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可能是产后激素影响嘛，他就老是疑神疑鬼。他一方面反复确认一些东西，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做的这些东西他都看不到，就是你不做的让他不满意的东西，他就放大那些不好的。对，就也让我觉得很。做的是事实吗？就这些事儿他都做了，只不过每天就是1到2个小时出去跟朋友打个篮球放松一下。他只是做过，但他不是每天都做。他有的时候他高兴他就做一下，他不高兴就不做。来，我确认几点。第一，晚上孩子起夜喂奶的时候他会醒来吗？之前没生孩子之前，哎，你放心，等孩子醒了，我那个先抱过来，我安抚，该换那个尿布的换尿布，你就喂奶，就接着睡就行了。可是现在孩子醒了，我一叫他呢，哎，他又翻过身去了，他接着睡，甚至还打呼噜。也就是说，孩子起夜他不起，对，他没有帮叫都叫不醒。好，他帮孩子换尿布、洗澡吗？白天的时候有时候管。你的月子餐他负责做吗？没有，都是那个奶奶跟姥姥做的。你的个人护理他帮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他管，但回家时候他没管。回家他就不管了。对，回家有人了呀，他就腾出来了，他就玩去了。奶奶和姥姥都过来帮忙了，就不像他当初承诺说奶奶也不用，姥姥也不用，全我自己来。其实是奶奶姥姥都在帮忙，对，他打个下手而已。对。妻子刚才说的是真实的情况吗？不是，这些事儿我是都在做，
但是我不是每天都做。哎，这跟刚才说的可能有出入了啊。不是，你不可能说一件事每天你都在做。就是废话，养孩子喂奶这事儿，他就得每天都得做，你不给孩子喂奶，他饿死了。我都不愿意再说这话题了，这只是其中之一呀。自从我怀孕了，他不就离职了吗？他说离职了，专心专意伺候我。你说现在我又在歇产假，他也离职状态，我们家就没有这个经济来源，这收入。我就问他，等孩子出生了呢，你说你要做这自媒体，我这孩子现在眼瞅着都出了月子，都这么大了，你这自媒体也没做起来呀。他呢有时候就高兴了，哎，他就拍一拍，哎，又拽我，又弄孩子的，来，我拍你们俩人。哎，今天过2天呢，3天打鱼2天晒网，他又不拍了。我一问你怎么不拍了，他说没有素材，要么呢就是我今天有点累，我没构思好。孩子都出生了，你对未来没有规划吗？以后这个家庭怎么往下走呢？咱这日子怎么过呢？做什么事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对我们说白了，可能就没想过将来。我不工作纯粹是因为他，我们是同事，是他怀孕快生孩子的时候我才不工作的。他说的就别工作了，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想去，比如说找一个工作，然后但是他又会拿他过去的经验说啊，我工作这么些年了，我也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不好找，还是他鼓励我去做这个自媒体。其实我不是说没有计划，而是说计划非常周全，总是被一些意外的事打断嘛。就是比如我想拍这个月子里边带娃伺候他，我们双方的家长他就提前就帮你干了，然后跟我那个拍摄计划完全不符了，觉得我有点没有参与感，然后我想干这个事儿的这个信心也一步步的在消退。人家那个姥姥奶奶把这个我都照顾了，他没得可拍，我就很纳闷，有人帮你照顾了，你是不是更能腾出精力来好好做你这个自媒体，好好构思呢？现在你们2个人都在家，你们俩这未来咋办呢？吃啥喝啥呀？大家都做自媒体都知道，那1年2年你不养这个号，你不去投入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变现的。你这一年2年吃啥喝啥？对呀，而且自媒体现在赚钱越来越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比如说设计3到5个月，这件事他要是没做成的话，就去找一个工作或者个体的职业。除了你们现在的这些矛盾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对彼此不满意的点？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我跟他过不下去的点是干嘛呢？前段时间我问他，我说截止到现在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或者你做过最浪漫的事儿是什么？我强调了3遍截止到现在。我就怎么也没想到他跟我说他做的最浪漫的事儿是跟他大学时候前女友在夜市吃小吃。当着你的面说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得了，我呀等这孩子摘完奶，我必须得跟你离婚，我跟你过不下去了。这件事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了，然后他最近就是老是会反复翻出来说，尤其是在他怀孕完之后，怀孕生孩子之后，他总是反复的去确认说你还爱不爱我，说我问你这些事儿，只要你的回答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他就是老耍脾气，然后还总是哭，你就劝他呀哄他呀，他也不听你说什么，他就自己从那哭。哎，过一段时间他又跟你在一起，又是非常好，所以这我也是非常懊恼。今天你们2个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说了，你说我们要调节好了就行，那调节不好的话就不过了哈。那你希望我们从哪些方面去调节，或者说你想要让他改变什么？你既然跟我生活过日子，你就不能总沉浸在过去，你对我们未来有没有一个制定的这个目标？将来以后家庭不要沉浸过去，对你们的未来要有目标。对，还有就是你这个自媒体，如果说你要做，你就做出个样来，给你一个成长周期，1年行吗？1年之后，你说你1个月能给家里交多少钱？你得给我一个数，你不能说无的放矢，你就张嘴这么说，对吧？哎，我方便问一下，你每个月现在比他能多挣多少吗？就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你也在上班的时候。对，你是他的工资的几倍？3倍多吧。3倍多哈。还有就是说，你说该出去玩呀，说你健身呀、锻炼也好，我可以让你出去，但是呢，你也得顾虑家里孩子，该帮忙管你得帮忙管，你不能我又得照顾孩子，我又得做卫生，我还得做饭，做完饭还得我收拾，全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那我也不能全分身了呀。来，男士，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总是会反复的跟你去确认你到底爱不爱他，老是以这种冷暴力的方式嘛。就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台面，咱们就是我去安慰你，我去
宽慰你啊，咱们这样说可以，但是他就是不理你。还有就是他对我的要求可能有点多吧。互相都提出诉求了啊，让老师帮着看看这诉求他好满足吗？于老师，丈夫埋怨妻子，不断的去确认我是不是真爱你。为什么？因为这段婚姻他没有安全感。我刚看到一个调查，现在的夫妻当中姐弟恋的占比达到40%，但遗憾的是，有很多年龄相差大的姐弟恋，并不是被世俗的眼光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高龄为你生孩子，这是真爱。这位妻子很显然就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但现在怕的并不是说他的自媒体如何做，而是你现在对这段婚姻就像西瓜皮，滑到哪里就是哪里，你根本没有自己的定性，你根本没有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向往、规划。一切的源头是因为盲目冲动走进这样的一段婚姻。所以你今天必须自己问自己，问明白你为什么走进这段婚姻，你爱他什么，你今后准备怎么办。如果这些问题你自己都无法回答，长痛不如短痛。谢谢。这段婚姻啊，相差17岁啊，当初肯定都是真爱。男方比较年轻啊，可能想象的现实是现实，你想象归你的想象。你说自媒体也好啊，或之前的许诺呀，一些个东西也好啊，还是不成熟。这个女方这个呢，你得对得起人家，咱就是承诺的就得对得起，最起码他不是小孩，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要是不往心里去，那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我希望这个男方这个对得起人家，负责任，祝你们反正越来越好吧。但是我想跟梁女士说的是啥？你自找的，本来自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公司女领导的那样的一个风范，觉得对年龄小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有一些好感，想的是哎呀就这样谈个朋友啊就可以了。没想到人家一当真把你带进去了。你有过婚史，经历过婚姻，你知道婚姻的一地鸡毛和这些鸡零狗碎是什么样。你选择一个比自己小17岁的男人，你向人家示好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明白，你未来早晚有一天人老珠黄，人家还是小鲜肉。那你现在无非一遍一遍的在确认你爱不爱我，一遍一遍的在问啊最浪漫的事等等等等之类，不就是你慌了吗？不就是你开始没有安全感了吗？所以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走进了这场婚姻，那么你就要降低对他的要求。你对他的要求越高，你的失望越大，你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越大。然后你对他的要求和这种打压越大，让他越紧张，呼吸不过来的时候，那他可能真的就会向外求了。所以我觉得你对他的这种的要求，不如转回到调整自己身上，尽快的恢复战场。当你回去工作了之后，产假不用休那么长，能回去的时候就赶紧回去。当你整个工作状态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自信，你的很多的东西就又回来了，好吗？谢谢。姐弟恋啊，它的确是可以成为生活里头的回春丹，但是它绝对成为不了你的速效救心丸。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是自己想找一个速效救心丸，但是你却忘记了弟弟之所以要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他觉得你是那个强大的心脏，他在你身边，他有安全感。一旦当你流露出迷茫和弱的时候，你的魅力将会失去。很多时候姐姐不要着急说我要跟其他的年轻女孩或者你曾经的恋人们去拼美貌，去拼浪漫，那个拼不过就是拼不过。他选择你本身就不是冲着你不老的容颜，而是冲着的是你能提供给他的安全感、依赖感。你的一个结婚其实是害了很多人。
你以为你自己扛得住，但是事实上，你在让一个26岁的男孩忽然成了父亲，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怎么过呢，却要教孩子做人了。你还拖累了你的母亲，现在帮你分担照顾孩子的应该是你的妈妈。所以你自己为爱情勇敢地迈出的一大步，其实是让每个人的生活全部都乱了。所以现在其实非常简单，你应该就像莎娜老师说的那样，早点回到职场，回到你的位置上去。男孩去做奶爸，现在北欧有很多的一些男性休产假，父亲带孩子。男性他如果跟孩子接触的够久的话，他在对于孩子的一个亲密度和照顾孩子的经验上，其实不比女性差的。现在之所以跟孩子构建不出来亲密关系，是因为你跟孩子太亲，你在教他怎么去换尿布，你在教他怎么弄奶粉，你妈妈在教他怎么做，对于他来说全部都是挫败感和不能够让自己尽职尽责全情投入。所以当你把这个角色给他，他全情投入，他才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让他眼下创业，我觉得是给你们的生活增加了更高的难度。创业毫无疑问的需要资金，需要精力，他眼下需要他的精力给奶娃娃，你应该就让他干好这件事儿。等孩子3岁上了幼儿园之后，无论他是想去跑网约车，还是想去创业做自媒体，一切都不晚。而且这3年里头，他可以通过拍孩子积累很多的素材，闲了以后自己剪素材，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他也可以剪素材。所以给他时间，你们俩要共建自己的好时光，给你的丈夫时间成长，不要这么着急的否定他。我今天帮你铺了这么多，不是让你躺平的小伙子，请你好好的看看育儿书，能够做好他的贤内助。如果你贤内助能做好3年，无论对于孩子的成长、家庭的圆满，还是对你自己事业上的帮助，都会是巨大的。请专心的研究这件事情，一定会好的，加油。你知道你老公为什么觉得最浪漫的都是之前的事儿？就好像他突然上了一个快节奏的列车，一下闪了一下腰，闪婚、闪育，而他很多的动作，他的人生轨迹，甚至于职场方向都是被你左右的，因你而变。闪婚闪育也就罢了，突然就失业了，对吧？失业之后马上要有压力，你必须马上得找到工作。你除了创业找到方向，你还要找到一份工作。你除了找到一份工作，你还要做一个好父亲。你要兑现你那会儿的那个豪言壮志，你要去看孩子、奶孩子，然后你要尽心的照顾我。他懵了，他很想轻松，所以当你问他一个很轻松的话题，一个浪漫这件事情，他第一意识就是，和前女友在吃的路边摊。你看那个场景，很放松，那是他最放松的时刻。所以他是在被你拽上了一个高速列车之后的不适应，但他已经努力再去做了。而此时我发现，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的你，乱了方寸。你没有像领导那样高高在上的那种气魄了，不顾反对的意见跟他在一起的勇气没有了。恐惧的人给出的爱是什么？是担忧。不自信的人给出的爱是不信任。所以现在你作为此时应该挺身而出的人，你应该笃定的说，我们会幸福。暂时这个阶段的困难我们要去面对，而不是推卸责任。你再把所有的不幸福都归结为一个比你女儿大10岁的男孩的身上，对吗？你应该重新长这个度，给他鼓励，给他勇气。自信的人给出的爱是什么？是希望。就这样，我们接下来你们2位休息休息，和我们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然后坐那里想想老师们说的话，好吧？谢谢你们，来，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队情感嘉宾，张先生42岁，来自天津，职员；朱女士35岁，来自天津，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比我大7岁，我父母本来就特别反对。他拿东西见我父母的时候还特别抠门，拿的烟酒都降了好几个档次。他一点都不重视我。他花了好几万块钱做医美，还说花的不多，叫微整。他特别暴力，总跟别人发生冲突，因为这个可没少给人赔礼道歉。
我真是受不了他了。他背着我去相亲，把我们的感情啊当儿戏，这儿太过分了。我们先确认一下，两位的关系是情侣关系，对吧？然后当时是谁追的谁呀？他追的我。追了多长时间呀？追了半年多吧。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没结过婚，我呢是离异，然后孩子呢母亲带着，就孩子归前妻了是吧？是。那个小片儿里面说了几件事儿，我觉得还需要先确认一下。男士说背着你去相亲。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家呀有点反对我们2个人在一起，因为他年龄比我大很多，然后大7岁，并且他离过婚，我今年虽然35岁，但是我未婚，所以我爸妈就希望我能找一个年龄相当的人在一块儿。他这边呢，经济条件呢也一般，我爸妈就觉得他经济条件可能无法支撑我们2个人以后生活。所以就给你介绍了一些相亲的对象。对，你去了？我去了。但是呢，我是为了应付他们，我到那儿我就跟那个对方说我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走了，我没有吃这顿饭。那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是我们俩在外边吃饭，然后吃着半截呢，他就去卫生间了，他的微信就一直响，我怕是工作的事儿或者什么事儿啊，有急事儿我拿过来看一眼，才发现这个事儿。相亲对象给他发的？对。这件事儿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给我发，因为他对我可能挺满意的。我也其实也明确的告诉他我不喜欢他，但是他这边还是一直纠缠我，所以就让他正好看见了。那你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一去相亲，而且你去相亲了以后，还是跟他加了微信。是，所以还是有联系的是吧？他一直在给我发信息，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回过他。就是他这个微信不是他当时加的，这也是他的家里人给介绍的，然后把微信推给他的。对，因为我爸妈对他太不满意了。因为您看，像之前，逢年过节咱不都得送礼吗？然后我明确的告诉他，我爸喜欢喝国窖，喜欢抽中华，他可倒好，那个礼品降了好几个档次。也没降好几个档次。我酒我给买了剑南春，然后烟买了荷花，我觉得可以了，那还不行？关键我是已经跟他明确的说，我爸喜欢抽这个和喝这个，他就为什么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准备呢？就差这几百块钱嘛。这个有道理，头期说好也应该，他已经在给你提供信息了。他一开始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买了，我觉得你就会省几百块钱嘛。对。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省这几百块钱给他前妻和孩子花。哎呦嚯！我省那几百，不是您是不知道，我省那几百块钱啊，我都给他花。他是一个医美的狂热爱好者，他每个月的脸上啊都得打针，一打就200多针。不是200多针？您是没看见就那水光针，我跟他去一打一脸啊，200多针呢。是水光针，水光针它那一个眼儿，那一针下去不就9个眼儿吗？上次有一次。我们俩没在一块儿，我手机就响了，来信息了，消费19800。后来我一问他做个眉毛花了19800。哇，做眉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觉得咱们女人都爱美嘛，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毛病。而且上次那19800确实是我手里也没有这么多钱了，然后我刷的他信用卡，也就只有那一次。他是个月光族，他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他也不是每个月钱都够，他要没有了也得跟我说，给个3000、5000的。每个月你都会给他吗？不是每个月，他不是每个月都没钱，就是偶尔隔个3月2月的，可能钱就不富裕了，又得美容去了。基本上都是我在花我自己的钱去做这个打针也好，是怎么样也好。然后他就很介意，不是很介意，我觉得得有度。这男老师可能不太理解，这个两个美女倒是应该知道，拉那个耳朵你知道吗？精灵耳。把耳朵给拉开了，然后往里填东西，然后再给缝上，多吓人的那个。他做了。我对医美太了解了，我报道过无数次医美，是不是？我真的有点震惊。还打全麻了，回来还打全麻做。你是工作需要吗？我工作不需要。就是臭美，就是。那能把那边头发撩起来我看看这欣赏？对，这是已经精灵了是吗？哇哦，好看吗？疼是疼，但是就是为了美，反正我也能忍。原来还做一个什么人中这儿
提拉还全麻，麻完了之后脸上裹得跟木乃伊就回家了。我说爱美没事儿，对吧？得有个度，差不多就可以了。行，你是不是就害怕人家花你钱？不是的，他就是留着钱给前妻和孩子花。他给前妻和孩子也没错。他离婚了，以后，那个孩子不是归前妻吗？但是我从他微信上面总是看见他时不时的给他孩子转200-300，每一个月都转。他给他孩子转钱怎么了？那不天经地义吗？对呀。可是他1个月已经给他孩子抚养费给了2000块钱了，然后他还总在转，因为他本身挣的也不多。他大概收入多少？7、8千，然后还有额外的不定这个，所以他经济条件还可以，就是他给孩子这么几百块钱，还不抵你一次就几万块钱。不是，我给孩子每月2000块钱生活费，你看我孩子今年也16了。有个什么同学聚会也好啊，什么是出去玩或者差个300-500的，我想给他也不犯毛病。不是您知道吗？这个值得尊重就是在那2000生活费以外再转个2-3千，等于相当于他挣8000块钱的话，他得给他前妻和孩子一共转5000块钱。他如果说1个月，比如说挣15000或者2万，就挣得多一点。但是他本身他就挣8000块钱，他给他孩子5000，那我们俩还剩3。你找他，你就得承担这个，这是他的权利，因为那是他的儿子，他想给多少给多少。他就算今天他自己喝西北风，他都得让他儿子吃饱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也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你俩一起喝西北风，他也得让他儿子吃饱了。可是我在意的点是，他有钱给他孩子花，但是我到我爸妈这边送礼，他就省那几百块钱，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就是这一点。明白。你会在意他跟他前妻联系吗？对，他跟他前妻经常频繁性的联系，他总是说因为孩子，但是我看到很多次，他前妻跟他说我不舒服，我头疼，我脑热，然后他就说，哎，你多喝热水，多注意休息，就还嘘寒问暖，我就觉得他们俩要旧情复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有一次就是我前妻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他的意思是让我把孩子接走，他做不了饭了，也照顾不了他了。然后呢，我说行，我就把孩子接到我这住了几天。然后呢，临撂电话的时候呢，我就说那你多注意休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这个一个对客气话，我觉得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来说这个吧，是不是？但是我很在意这一点。就是我不希望他跟他前妻总是因为这种事儿那种事儿去联系。那你一定会因为这种事儿或那种事儿联系啊。你选的男朋友是离异有孩子，避免不了了呀。哎，说回到你俩吧，你俩相处多久了？现在2年多吧。2年多哈。有未来的打算吗？我是想在一起的，但是他总是不去努力，然后我也看不见希望。他身上有很多那样的毛病，就是喝酒正常啊，男人都爱喝酒。他1周7天，他最少喝3天，就是哪个朋友给他打电话，他都能去。比如说半夜10点，他也能跑过去跟人喝去，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不是，我不是说1个礼拜7天，我3天跟朋友喝酒，因为我还有时候陪领导也好，陪客户也好，毕竟咱也得工作，咱也得挣钱。有的你说领导不陪也不行，客户不陪也不行，也包括朋友。时不时的打电话不陪也不合适。那你要这么说，那你上次骗我呢？他上次还骗了我1次，就因为这喝酒。他前一天呢跟他朋友在一块聚会喝酒，我就跟他说咱明天转天有事儿，你就少喝点，早点回家。然后他呢满口答应我，他说行，我早回家。结果过了20分钟，他就告诉我他到家了，他就说啊，那我睡觉了啊。我就觉得不可能，因为哪有可能前20分钟还喝着酒呢，后20分钟就到家了。我就偷偷的打开他那个微信步数，然后我就发现半夜12点以后还有微信步数，走了1000多步。然后我当时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反侦查。然后我转天我就问他，你这1000多步哪儿来的呢？然后他就承认他跟他喝完酒以后又唱歌去了。是这么事儿，朋友聚会还有好几个从外地回来的朋友，都是好。这解释啥呀？然后就是喝完酒我们又转，就是我不想扫大伙儿兴，就没回去。您说别人都能因为家里孩子有事儿啊，媳妇儿有事儿啊，人就去拒绝，他就不懂得拒绝，谁给他打电话，他都去喝酒去。你这是觉得他喝酒这是个大问题毛病啊？那你还有别的毛病吗？觉得他不好的毛病？还有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人啊，脾气太急躁了。脾气不好，对，沾会儿就着。就我们俩平常马路上开车，别的车别一下，那不很正常吗？就是我觉得人也不小心，然后我就没当回事儿。他摇下来窗户就骂人家，然后开车门，
就要下车打人家，我拉都拉不住，上次把我手都给刮破了，有点路怒症啊。路怒症特别严重。不是，也不是严重，因为上次车速都挺快的，那个车一下就并进来了，我这车都晃了，我真怕都翻了，这个太危险了，我觉得真是要翻了，我们俩都在车里了，那小命都没了，后来就。您知道吗？还有一次，他那个聚会，我们朋友聚会，他过生日，都喝了点酒，我也开不了车了，然后就叫了个代驾，结果代驾上去以后，他就非说人家代驾给他绕道。他在一个地儿，我绕了3圈之后，才给我送回他家。您知道吗？他把那代驾还给打了，抽人一个嘴巴子，赔了5000块钱。我们俩在那个警察局蹲了一晚上。代驾太气人了，我问他你是不是给我绕道了？他说对，我就诚心给你绕，我看你喝多了，诚心给你绕道。那咱可以报警，可以投诉呀，你非得抽人嘴巴子吗？我们俩在一块儿2年多，他打了人3次，还有一次我还没说更严重，就是我们俩一块儿去哈尔滨的时候，然后我开车不小心呢路上碰了另一辆车，东北人可能脾气也急躁啊，他就是对我骂骂咧咧的，然后他下去二话没说给人打了一拳，眉骨给打折了，然后赔人15000，也在警察局又蹲了一晚上。我就跟他过呀，不是，这是那个人下来要来车门，已经要打他了，所以说我才动手，我也不能让他挨打呀。没有，人家只是骂了我几句，人家根本没有要动手。每个月挣的不多，赔的不少啊。对，结果钱不够，找朋友过来，带着15000过来，把我们俩赎走了。您的脾气这么暴躁，他在您面前动过手吗？那倒没有，就是没打过我。你们有过争吵吗？争吵有。你俩吵完以后，他的情绪是什么样？他这一点其实做的还可以，就是他有时候吵完架，他就摔门就走了，他自己去冷静了。他有摔过其他东西吗？除了门？那也摔过，什么遥控器呀，什么，反正手里逮着嘛摔嘛。今天你们2个人啊，来到我们爱宝，希望我们怎么帮你们吧？我是觉得，如果他改不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毛病的话，那我是不想跟他继续下去了，想分手了。对，那男士呢？你怎么想啊？我肯定是想继续往前走，但是我也觉得，我也反省自己，就是我把这个坏毛病、坏脾气一点点改掉吧。你想娶人家吗？是。他如果愿意，你还是想结婚的，想再次走进婚姻的哈。是。你想过嫁给他吗？我一开始我们2个关系还是挺好的，所以一开始我是想过嫁给他，但是后面因为就刚我说的这些问题嘛，然后我就现在也是有所考虑，犹豫了。对，先生需要女士改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哎呀，对生活有点规划。医美这事儿，我觉得适度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以后你要娶了她，你老婆就这么花钱，你行吗？行不行？不行，多挣呗。那怎么办？好，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来，于老师，面上看，这个女生似乎都是以自己的标准在要求男生，他如何做，似乎他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虽然有埋怨有抱怨，但是他努力的在适应，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女生我喜欢，我想和她走得更远更远。我看到他是真心爱你，他有时候不仅是对您的包容，是纵容。你们2个人，他的未来还是透亮。所以我真心认为你们2个人磨合，真的走得下去的。谢谢。因为刚才这个女士啊说这个医美这个可能这个我不太懂，哈哈，但是确实挺好看，但是呢也不要太过于频繁啊，就是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还有一方面，这个男方这个也是脾气不好，见人动手，你是幸运的。你要跟我比的话，你就是我老倒霉了。我碰见那个人不是拳击队的，就是保镖，就是人。我听过你那段，基本上5、6个人、3、4个人，你想傍人你都傍不上去都。我每次还都是挨揍的那个。要不说哥，真的你挺幸运的，但是呢，我也不希望你能赶上，能碰上那种主。还是安全。俩人和美的，无论咱这日子以后过的是什么样，节省也好啊，或者是奢侈也好啊，还是互相的多商量商量，以这个
完美啊，自己心情舒畅这种。你老爷子那种的，有的时候情商别太低了，你把烟各方面弄完这，你多临几条塔嘛，或者其他的东西花样多一点儿，不就补上吗？好，是吧？有时候还是多孝敬老人，然后多经营自己的家庭。完了之后，以后有了你们自己小宝宝，那个钱不都上你这儿来了吗？是吧？两位老师是看好他们的感情哈、啊，我不看好。我是觉得姑娘现在之所以没分手，是因为相亲对象不满意。至于说跟你继续走下去嘛，或者说再走一步要进入婚姻，姑娘是一定犹豫的。她说的这些您身上的这几个点的问题，说白了改不了。对前妻和对孩子，他付出是必然的。你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去找一个有过婚史并且有孩子的男人，你就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因为未来如果你对他的阻止越大，他会偷偷攒下来的越多。因为那是他的骨肉，你如果接受不了，或者说在你的意识当中，你没有做母亲嘛，你不理解，所以在你的意识当中，你对这件事情是超出你的认知范围的。你觉得怎么能这样？你对你的孩子和对我的爸妈，你看你拿这两方相比较，你爸妈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对不对，姑娘？那可是他亲生血脉啊。这个世界上说白了，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有几个？他爹他妈他儿子。今天跟你在一起，你是他亲近的人，他明天跟你分了以后再换一个女朋友，可是不变的是儿子啊。我再多说一句，不变的是前妻呀，因为是前妻为他生下了这个他们之间共同的孩子。除非有一天你也跟他结婚生了孩子，那你也是跟他生命有关联的人。所以你想要让他跟他前妻不要因为这不要因为那联系，基本是不可能的。他可能会减少联系的频率，但是一旦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一定会联络的。那么要不然就偷偷摸摸了，不让你知道。所以这点是没有办法改。第二点，你说他脾气的问题，这不是他想收敛就收敛的，有很多是性格骨子里的。而且我不排除他有可能未来会把这个情绪反噬到你的身上，因为他有一些东西他是自己不自控的。所以你相当于给自己出了很多的难题，你其实也在劝自己知难而退。还有一点，你也在抱着希望说，哎呀，反正我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条件更好的，我又35岁了，不行就把眼前的这个凑合改造改造，我就嫁了吧。但是姑娘，婚姻可千万不能凑合，婚姻可千万不能将就。所以你要真的认真的问问自己，眼前的这个男人你是否能接受得了？如果接受不了就散，千万不要想着去改造他。就这样，谢谢。刚刚莎娜老师说，一旦你生了孩子变成他的妻子之后，你也能够跟前妻拥有相同的位置，但事实上你也最多就是成为跟他前妻的后来者，而你的孩子却永远比不上第一个孩子，除非第一个孩子养废了。对于他来讲，第一个孩子越来越大了，而且亏欠是放在那儿的。第二个孩子天天自己在身边带着，认为我给的时间和给的这一个经济都已经足够了，所以他一定会悄咪咪的跟第一个保持更多的联系，并且因为第一个成年会比较快，所以需要他花大钱的时候一定放在那儿。而你日常生活都把他的小钱已经花光了，他都没有精力去存大钱了。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对于未来的生活没有啥好处，但这个恋爱是可以谈的，先生，因为你的女朋友一时两时嫁不掉，就是普通的男人消受不起他的这一种医美的消费习惯，所以无论他相几百次亲，把自己整得再好看，但是只要遇到的是咱什么中产阶级的男子，多半都会因为这个望而却步。
而且人的皮囊它的这个弹性也好，使用的寿命也好，也都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缝纫游戏一样，你拿着一块皮，你来回缝，缝着缝着皮也烂了，你都无处下针了。所以咱的这一块皮囊，随便你怎么修补，到最后你可能就是那样了，姑娘，抵抗不过岁月的。所以接下来的人生嘛，你呢可以跟他一直谈着恋爱，偶尔用他的卡维护一下自己的外表。他因为喜欢你的美貌，接着跟你谈着恋爱。他呢闲暇时光可以陪陪自己的前妻的儿子，然后挺完美的。另外，你的男朋友很不适合做丈夫，就是他不只是怒路症。他不只是坐在车里头，在开车的时候会发怒，就包括你讲到的，他会在下车之后，接着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跟人发生这样的一些情绪。很多时候我们上来情绪是一瞬间，但善于管理的人会很快的压下去或者化解掉，但他不，他要放任这个情绪爆炸，必须得伤及无辜，必须得酿成大祸，他才会收手。那么这一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吗？我相信对于他来讲，假如身边有交警，他可能就会收敛了。假如坐在车里的是领导，他就会收敛了。可是你坐在旁边，对他没有起到任何威慑作用。他一不担心吓到你，二不担心可能是殃及池鱼伤到你，另外他也不担心你会因此嫌弃他走掉。所以他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在你面前呈现他脾气里暴力的那一部分。而这个以后会使他变本加厉，越来越多。今天是对路上的这些人，对代驾，明天是对孩子，后天是对在孕期或者哺乳期内情绪反复无常的你。所以谈谈恋爱，保持一定的距离，咱们作为成年人可以愉快的交往。如果说一定要结婚的话，两个人都不适合。谢谢。女士看上这位男士什么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比较善良。平常呢，就是爱救助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也喜欢猫猫狗狗。然后对，就是他这方面，还有他比较心细。像比如说，平常我要是发个朋友圈，我说我想吃点什么，他能第一时间给我送到。所以你看，他具备两面，极端3种情况出手打人的这个情况。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爱心的，心很细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性格综合为一个人，你怎么去激发他的恶，怎么去激发他的善，这就是未来他那一半要做到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所以我问你，这2年间他大部分显现出来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心的，还是动不动就生气情绪难以自控的人？大部分还是有爱心的。每个人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不断的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更稳定。我相信他也一直在做。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给对方或者给自己一个机会，就要看我们值得不值得。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当他对你的时候，他在极端情况下，他只是把不值钱的遥控器摔在了沙发上，他始终还是保持着理性，同时摔门而去，是吧？找到一个让自己宣泄和解那个时间点，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个让这个条件反射拉长，就看你看中他什么了，就看你了解他多少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觉得为了爱，为了这段感情，你能够让他的恶能够越来越遏制住，慢慢的消散。你有这个能力能接得住这个男人吗？那你来做决定。所以真正让这关系能够在你的付出，两个人的双向奔赴情况下能够越来越好，我觉得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对，好吗？就这样。好，谢谢徐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大家想一想老师们说的，然后再决定出不出来，好吗？好，来，请回到门后。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这可能也会出来吧？出来了。啊，对，这就真好了。这两人走在一起很不容易。哎，这日子肯定得过呀。17岁，你想走在一起。非常勇敢，这下了多大的决心呢？对不对？2位出来有什么话想说吗？其实，
他对我反复的这些确认，以及他对于我的这些顾虑，我到现在都是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一方面他可能经历过上一段婚姻，会有一些顾虑，而且说现在他主要是产后的一个状态，他自己一个人天天照顾孩子很烦很累，然后我每天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去出去玩，然后引起他这种不平衡的感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只要认真的能告诉你的老婆，告诉你的妻子就可以，让她心里面有这份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女士，你自己有什么反思吗？我可以给他成长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成长的部分也很多，而且像老师说的，我应该尽快的强大起来，回到职场去。对，好的，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祝你们幸福！来这边，好，再见，再见。来，那我们一起来揭晓我们第2组嘉宾的结果。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来，那我们一起来揭晓我们第2组嘉宾的结果。3、2、1，请开门。这个没有悬念吧？不会哦，会哦，这肯定在。悬念。你看拉这个手拉得多紧，怎么肯放手？这甜甜蜜蜜的出来，这干啥呀？要娶啊？是这么想的，是这么想的。经过老师的一调解、一分析啊，我认识到自己身上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医美这块儿，我以后也适度，我也不过度医美了。对，而且有后遗症。对，而且对于他前妻和孩子这一块儿，我也学着慢慢去接受，因为毕竟是他的孩子。你得有这个认知。如果要是真的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你毕竟没有当过妈妈，理解不了。所以但是有一点，这个男人对你是真爱。那就先谈着吧，先谈着吧。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请亮灯。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祝你们幸福，再见，谢谢。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